菊地航平对吴柏林的要求没有半点反对和排斥，他没有任何自主考虑，就立刻毕恭毕敬地说：“能为真人赴死，是在下的荣幸，请真人放心，在下一定用生命保证真人的秘密不会泄露。”吴柏林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他对菊地航平说：“现在就按你的计划来掩护我撤退。”好的，真人。菊地航平没有迟疑，立刻用内部对讲机说道：“其他车辆立刻到我的后方掩护。”一声令下，其他几辆车赶紧来到这辆车的后方。此时美军的前行攻势还在不断逼近。菊地航平对吴柏林说：“真人，他们离得越近，我们这几辆车对雷达造成的盲区就越大，等他们再追上一点，您就可以逃走了。”吴柏林微微颔首，轻叹一声：“人心不足蛇吞象，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下非但丢了吴寒宫，对南极的探索也要被迫终止了。”此时美军的车队还在追赶，别看美军的车辆都是军用车，但这些车辆不是为了极地研发的，所以即便马力全开，也没能追上与日本科考队雪地车之间的距离。眼看追是追不上了，美军直接用公用频道喊话：“日本科考队车辆，如果你们再不停车，我们就要向你们开火了。”说罢，一连串几十声炮声密集响起，美军的机关炮在雪地车前方炸出一大串冰坑。机关炮威力不大，稍微有点装甲都能轻松抵挡，但问题就出在雪地车根本没有任何装甲，这要是真被击中，一炮就能炸个大窟窿出来，里面的人怕是也难逃死伤。菊地航平神色凝重地对吴柏林说：“真人，这帮美利坚的王八蛋竟然向我们开火了，您要是再不赶紧走的话，万一被他们误伤，那可就麻烦了。”吴柏林虽然知道现代武器威力很强，但第一次见到这种武器发射，还是被它的速度和杀伤力惊住。刚才那几十声炮声几乎就是在1秒钟时间内打完的，而且炮声刚传过来，炮弹坑立刻就在前方出现，前后几乎只差了眨眼的功夫。这就说明炮弹的速度几乎跟声音传播的速度一样，若是让他全力一击，倒是也能打出这样的速度，但是连贯起来那就根本不可能了。所以他的心里对现代化的武器也充满了敬畏与担忧。他问菊地航平：“现在应该怎么办？我此刻逃出去，会不会被他们追着打？”菊地航平沉思片刻，说：“真人不要急，等他们靠近我们之后，你再趁机离开。他们的注意力一定都在我们的身上，应该不会察觉到你。”吴柏林知道，此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试一试了。眼看美军的车辆距离科考队的雪地车越来越近，吴柏林一颗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浑身的灵气也都被他调动起来，灌注于全身，时刻准备着逃亡。美军舰开炮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心也放下不少，于是他们便加快速度准备，对这些日本科考队员进行抓捕。就在他们靠近日本雪地车队的时候，没有人发现一道人影以极快的速度从车头方向朝着远方疾驰，迅速引入黑暗。美军车辆上的探测设备因为被日本雪地车挡住，所以并没有捕捉到这一点。他们在靠近雪地车队的时候，便立刻派出荷枪实弹的士兵将雪地车团团包围，并且喊话让那些日本科考队员立刻投降。起初除了菊地航平之外的那些日本科考队员是根本不准备投降的，因为他们的潜意识里都是要为吴柏林效忠。不过好在吴柏林不懂日语，所以他所有的命令都是通过菊地航平发布的。换句话说，这些日本科考队员虽然效忠的是吴柏林，但他们全都听命于菊地航平。于是菊地航平便立刻用内部通讯命令他们，所有人必须无条件投降。说完这话，他自己率先打开雪地车的车门，高举着双手迈步走了下去。第一个投降的菊地航平立刻被美军逮捕，其他的日本科考队员也无一例外，全都被美军抓了起来。渡边五郎此时也走下了车，
看着这些被抓捕的日本科考队员痛心疾首地质问：国家花了这么多钱送你们到南极来科考，你们为什么要背叛国家？菊地航平毫不畏惧地说道，但并没有背叛国家，他们只是听命于我，一切都是我的安排。渡边五郎在来之前早就把科考队员所有的资料都看了很多遍，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他立刻质问菊地航平：巴格牙路菊地，你们到底背着祖国在南极勘探什么？话刚说完，他就立刻被美军士兵控制，并且被捂住了嘴巴。美军也意识到这帮人的操作不太正常，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他们想的是赶紧把这些人送去麦克默多科考站，在那里进行突审。所以无论这里面有什么隐情，他们都必须要第一个知道，而不能让渡边五郎抢先。渡边五郎作为烫烫的文部科学省二把手，直接被2个士兵捂住嘴扭送回了装甲车内。他虽然满心不爽，但是此刻也没有任何办法，甚至连抗议都找不到门路。紧接着，菊地航平在内的这些科考队员全部都被押送到了美军的装甲运兵车内。这些运兵车兵分2路，一路带着菊地航平他们赶赴麦克默多科考站，一路则带着渡边五郎向着日本科考站行进。渡边五郎无可奈何，也只能接受美军强硬的安排。当双方开始分道扬镳的时候，吴柏林已经一口气窜出好几公里远，如此急速的狂奔全仰仗于他的灵气，但这也让灵气的消耗速度不断加快提升。但吴柏林不敢有任何停留，因为美军是从东边伏击他们，一路追着他们向西逃窜，所以吴柏林为了躲避雷达的探测，也是一路朝着西方狂奔10公里，10公里之后才转而向南行驶。之所以要向南行驶，是因为东边有美国的部队，西边则是前往麦克默多科考站的必经之路，而北面又是冰冻的海岸线，所以自己往南边逃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叶晨让菜菜子帮忙打听到了文部科学省的行动，在得知他们已经悄悄和美军配合，开始对叛国的科考队员进行抓捕的时候，他终于松了口气。美军强势介入南极，彻底打乱了吴柏林的一切计划，不仅自己和3个女人可以更加安全，而且还能极大破坏吴柏林原本的计划。接下来只要别让自己碰上他，这个隐患就算是彻底解除了。